西伯利亚76岁男子为救爱犬闯进老虎领地，惨遭巨型老虎追杀活吞，场面一度吓坏救援人员。据《每日邮报》报道，西伯利亚虎又称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成年雄性通常体重超过200公斤，部分个体甚至可达300公斤，体长超过3米，尾巴长而有力，整体身形壮硕。它们拥有厚密的皮毛和额外的皮下脂肪层，以适应俄罗斯远东地区寒冷严酷的冬季环境。这种虎类以伏击猎杀为主，行动隐秘，善于利用森林地形进行突然袭击。它们主要捕食红鹿和野猪，这两种猎物约占其饮食结构的 72%。除此之外，它们也会猎取野兔，甚至有时会攻击黑熊幼崽等其他中小型动物。尽管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西伯利亚虎在野外面临的生存压力却日益加剧。目前，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最新评估，这一亚种已被列为濒危物种，全球野外种群数量大约只剩265到486只。这些老虎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流域的广袤林区，其中少量个体会跨越边境进入中国东北的原始林地，甚至有极少数记录显示它们曾现身于朝鲜北部的山区。然而，尽管数量稀少，近年来却不断有虎类在居民区、农田甚至村道附近出没的目击报告。这一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自然栖息地的不断压缩。大规模的伐木活动、道路建设及人类活动的扩展，使得西伯利亚虎失去了原本广阔隐蔽的觅食区域，猎物数量也日渐减少。与此同时，非洲猪瘟等疾病的爆发使得野猪等关键猎物种群锐减，使西伯利亚虎失去了一个最稳定、最丰富的食物来源。在严寒的冬季，食物变得更加稀缺，许多老虎不得不冒险向人类聚居地靠近，试图通过猎杀家畜捕食村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会将人类视为猎物。2023年12月，西伯利亚大雪纷飞，大地被一层白雪覆盖。然而，在偏远的卡巴拉地区乌尔村附近的林地中，一只成年的西伯利亚虎正在展开一场致命的狩猎。这头老虎的毛发在雪地间几乎与白桦树的倒影融为一体，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却充满力量。它那厚实的爪子在积雪中留下一串深深的印记，寒风吹过，携带着林中动物的气味和远方炊烟的味道。老虎警觉地停下脚步，不断甩动头部嗅闻空气。它闻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类气息。卡拉斯地区的冬季从11月持续至次年2月，平均气温低至-8摄氏度，而极端天气下气温甚至可降至-25摄氏度以下。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西伯利亚虎通常每周狩猎一次，每次摄取多达9公斤的肉。为了节省体力，它们不会轻易奔跑，而是选择潜伏、埋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黄昏降临，村庄的轮廓逐渐模糊，西伯利亚虎悄然接近人类活动区域。村庄一如往常，远处传来炉火的噼啪声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村中一间老屋内，76岁的维恰正坐在屋里烤火。他是村里广受尊敬的长者，一生都在铁路上工作，目前已经退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但在邻村村长伊万卢平的眼中，他是个乐观豁达、热心助人的人，与村中的人们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他喜欢养狗，屋外他心爱的狗在雪地中跑来跑去，完全没有发觉掠食者的目光正悄然锁定了他。2023年12月4日傍晚，维恰正准备在温暖的炉火旁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却突然听到自家狗在屋外发出一阵绝望的哀嚎声，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他心猛地一沉，瞬间冲出后门，呼啸的寒风迎面扑来，刺骨的寒冷让他忍不住颤抖。他朝着狗最后出现的方向奔去，心中充满焦虑与不安。但当他到达时，眼前的景象令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狗已经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血迹斑斑的小路，蜿蜒地消失在浓密的森林深处。雪地上激烈搏斗的痕迹清晰可见，狗的叫声已经消失，四周的静谧更加让人不安。血迹周围散落着几枚巨大的爪印，很明显是西伯利亚虎留下的。维恰的心跳加速，他意识到自己心爱的狗很可能已经成为了那只西伯利亚虎的猎物。这一念头让他愤怒与悲痛交织，他深吸一口气，迅速拿起步枪，决心追踪那只老虎，找回自己的宠物。他顺着血迹开始追踪，然而随着他深入森林，血迹渐渐稀疏，直至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有地面上那一串串深深的爪印。夜幕逐渐降临，寻找之路愈发艰险，空气中弥漫着凛冽的寒意。维恰的双脚开始变得沉重，手中的步枪也因寒冷而变得冰冷无比。他几次失去踪迹，又重新发现线索，
理智告诉他该回头了，这场追踪极其危险，可能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然而内心的情感却让他无法停下脚步。维恰发誓，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爱犬的下落。虽然狗可能已经死去，但愤怒与失落让他继续前行。他想要给那只老虎一点教训。维恰小心翼翼地蹲低身子，眼睛紧盯着白雪覆盖的森林地面，每一步都充满危险。四周的森林越发幽暗，维恰穿越厚重的积雪，没过多久，不远处传来低沉的咆哮声。随着维恰跨过一道树木的缝隙，那只西伯利亚虎就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老虎正安静地卧在雪地上，它硕大的身躯几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旁边维恰的爱犬已经被撕成了碎片，尸体散落一地，老虎的口鼻沾满了鲜血，它那锋利的牙齿正紧紧地咬住骨骼，不时从骨头上撕扯下肉块。维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光牢牢锁定着这只庞大的捕食者，两者的视线短暂交汇，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维恰准备举起手中的步枪，决定在最后一刻与这只巨兽搏斗。但就在他刚要动手的瞬间，老虎却毫无预警地发起了攻击。他双耳紧贴在头顶，嘴巴猛地张开，露出一排锋利的犬牙，瞬间向维恰扑来。维恰完全来不及反应，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叫，因为他离村庄太远了，没有人听到他的呼救声。他被老虎狠狠扑倒在地，他感觉全身的骨骼都要碎裂。而老虎那温热庞大的身躯则压在他身上，四肢被死死钳制，完全动弹不得。老虎的强壮颚部直接锁定了他的喉咙，维恰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压力逐渐收紧。他拼命挣扎，试图推开那头有着超过200公斤体重的庞然大物，但无论如何用力，依旧无法撼动他半分。此刻，他深深明白自己不过是这头地表最强掠食者的猎物，不论如何反抗，都无法改变结局。鲜血从维恰被撕裂的喉咙中涌出，染红了四周的雪地。随着老虎更紧的咬合，维恰的意识逐渐模糊，身体的力量在逐渐流失。几秒钟后，维恰的挣扎停止了，最后一口气随着血液一起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他静静躺在那头巨兽的腹下，成为了这场生死较量中的牺牲品。当村里人发现维恰失踪的消息传出后，邻里间迅速动员，组织起一支由10几人组成的自发搜寻队伍。人们带上手电筒、猎枪与雪鞋，在寒风中彼此搀扶着走向林边。他们从维恰家中开始搜索，很快在他家的花园边缘发现了血迹，鲜红的斑点在白雪上格外醒目。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那条延伸进树林的血迹与压痕一路追踪，脚下的雪地偶尔还能看到模糊的爪印。一些人神色凝重，彼此无言。走了几个小时，天色愈发阴沉，风也更加刺骨，但他们没有停下。最终，在一片被风雪掩盖的空地上，他们找到了维恰的遗体。他的身体已经僵硬，眼睛尚未闭上，似乎死前仍保持着惊恐的表情。他的身上残留着深深的爪痕与撕裂的痕迹，鲜血早已冻结成深褐色的痂块。而在他不远处的雪地上，则是他那只爱犬被撕碎的残骸、四散的骨头、破碎的皮毛、被咬断的脊椎，组成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这场悲剧让现场所有人沉默不语，几位老村民流下了泪水，悲愤与无力感交织在一起。当地警方在接到报告后迅速介入，通过初步调查显示，这只老虎并非因饥饿猎杀人类，而是将维恰视为对其猎物的威胁，从而主动发起攻击。这意味着这起袭击并非偶然，而是动物生存与本能的自然流露。然而，对于一个年逾古稀、原本该在炉火边安度晚年的老人来说，这种死亡方式显得格外残酷无情。他曾为社会奉献一生，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如此惨烈、孤独的方式终结。没有亲人在他身边，只有白雪与那头杀死他的猛虎。喀巴拉地区近年来人虎冲突频发，成为远东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缩影。据官方统计，仅2023年就记录了超过300起老虎闯入居民区的报告。村民们早已习惯夜晚关紧家门，不让孩子独自外出，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彻底避免悲剧的发生。专家指出，这一趋势的激增与多种生态和人为因素密切相关。生态系统的失衡使猛兽不再藏匿于密林，而是行走于村庄之间。在这起致命袭击后，众多当地居民纷纷呼吁俄罗斯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尽管早在2013年，政府有关部门就设立了专门的俄罗斯虎类保护基金会，并公开表示支持猛虎保护计划，甚至亲自参与老虎野放活动，但现状证明，这些措施远远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危机。要真正保护这一标志性物种，同时保障人类的基本安全，仅靠标语与基金会是不够的。专家建议，
加强对非法狩猎的执法打击，恢复老虎猎物种群数量，建立有效的野生动物缓冲区，并加大对居民的安全教育和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喀鲁斯地区的狩猎管理局已就此案展开全面调查，并对是否要将这头攻击人类的老虎从野外移除进行讨论。虽然它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濒危动物，但生物学家警告，一旦一只老虎尝过人肉，其攻击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甚至会主动寻找类似的目标。这种行为上的适应性偏移使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村民们惶惶不安，他们担忧这场悲剧不是终点，而是开始。在这片原本属于老虎的边界上，人与野兽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而代价是一条条无辜的生命。